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riel 的学新时间。今天我想和你聊聊一个让很多女生困惑又心痛的话题：为什么有些女生明明很努力付出，却总是吸引到错的人，甚至是渣男呢？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种经历？用尽全力去爱，却被伤得皮开肉绽的，这一切的背后，其实和心理有很大的关系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解开这个谜团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即使不用努力，感情也能顺风顺水，而自己却常常付出的越多，感情却越走越偏呢？难道是自己不够好吗？还是遇人不淑？其实真相比你想象的更复杂，甚至和你的童年有关系的哟。最近我重温了一部电影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。松子是一个典型的缺爱女孩，从小呢就为了得到父亲的爱而努力去讨好。父亲偏爱体弱多病的妹妹，对松子呢总是冷漠疏离。某一次，他无意中做了一个鬼脸，让父亲笑了。那一刻，他仿佛找到了赢得爱的公式啦。只要让别人开心，自己就能被爱。不过，这样的模式影响了他的一生呢。长大后，他不断用过度付出来维持关系。为了帮男朋友去追求他的梦想，他去了风俗店赚钱养他，被嫖客骗财骗色，却依然选择容忍。连接遇到几个渣男，都无条件的付出，甚至甘愿被家暴，因为他害怕失去。松子的人生是一场悲剧，但他的行为模式却很真实。其实这些不幸都源于他内心深处的缺爱，而这种缺爱是许多人共同的困境。在现实中，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像松子一样的人，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，也可能是你自己。明明已经付出了所有，却总是得不到回应。遇到对方的冷漠或不忠，却依然选择忍耐，因为害怕孤独，为了感情牺牲自己的需求，甚至失去了自我。这些现象的背后藏着一个核心的问题，那就是缺爱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我明明只是重视感情，为什么要说我是缺爱嘞？其实，缺爱并不是一种修辞，而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。如果你在感情中无条件付出，或者总是害怕被抛弃，这可能是内心缺爱的表现。而缺爱的模式往往会导致两种情况。第一个就是吸引到需要被照顾的伴侣，你的过度付出会让他们习惯被满足，变得得寸进尺。第二，吓跑真正适合的人，你的需求太高了，让对方感到压力，然后选择离开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付出的越多，却遇到的渣男越多。作为一个对心理学充满热情的我，曾经也在感情中迷失过，但透过学习心理学，我不仅重新找回了自己，还帮助许多女生走出感情的低谷。今天我将用心理学的角度帮你了解缺爱的真相，并且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法。那我们如何改变缺爱的模式呢？第一，就是理解缺爱的本质。心理学家 Winnicott 提出了一个理论，童年时期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，会成为我们成年后的一部分人格。如果你在成长过程中经常感到被忽视，那么在感情中，你可能会试图用付出来换取关注还有爱。第二，找出缺爱的表现。容易被感动
但同时又怀疑对方的真心，缺乏安全感，总想用作来确认对方的爱。过度讨好伴侣，以为付出越多，对方就会更爱你。你是否有以上的表现呢？第三，建立健康的爱自己的方式，学会拒绝，不要害怕说不，要设立自己的底线，记得懂得 say no 哦。正视孤单，学会与自己相处，提升内在的自信，增强自我的价值感，列出自己的优点，并学会为自己骄傲哦。第四，提升感情中的平衡感。健康的感情是一种互相支持，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。如果你总是压抑自己的需求，对方反而会失去对你的尊重。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，让对方了解你的真实需求。其实内心缺爱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它。如果你想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状态，可以试试看一些心理的测试，比如说缺爱指数测试。这一些测试可以帮助你认识你自己是否缺爱，你的缺爱程度有多少，哪一些行为需要改变，还有如何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。最后，我想说，爱不是交易，也不是依赖，只有当你学会爱自己，才能真正吸引到爱你的人哦。别让过去的伤害限制了你的幸福，因为你值得被好好的爱哦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心理学和情感话题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欢迎留言告诉我，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过度付出的经历，又是如何走出来的呢？我非常期待和你们的互动哟。我是 Ariel， 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。